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这把伞留给朕，你们都退下。是。陛下让他们就这么走了？这下好了，雨下这么大，即便有伞，咱们回去鞋袜也都得湿了。你在怪朕？臣妾不敢。朕背你回去。啊？朕背你回去。这怎么行啊？皇后娘娘会责骂臣妾的。你不是跟朕讲过你爹娘的事吗？说你爹爹平日里严肃古板，可尤其疼你娘疼得紧。下雨了，连你娘的鞋袜都不让朕湿。我爹是挺疼我娘的。来，朕背你回去。陛下，我们还是等雨停了再回去吧。难道非要让朕下一道圣旨吗？臣妾不敢。上来。就算飞蛾扑火，也勇敢地痛着，深深地爱着。就算没有如果，真心无法诉说，那思念也会追满月色，融进泪的温热。爱上你那一刻，也许你看你，全身都湿透了。朕以为你跟朕讲你爹娘的事，一定是骗人的。怎么会？你看，朕照你的办法一路背你回来，不止你的衣裙也弄湿了，你的鞋袜也湿了大半。朕认为这不是一个好办法。大概是因为风雨太大了吧，一把纸伞也支不住。再说了，我爹娘都是有先法的，我爹那纯粹是为了哄我娘开心。还是受凉了。不碍事。九儿，朕已经宠幸了你那么久，为什么连个动静都没有啊？动静？朕想和你要个孩子。这种事情又不是臣妾说了算。你的意思是，朕还不够宠你，夜夜留宿都不够？你看你总是这么不正经。是吗？那也只是对你一个人如此。陛下后宫虽没上千，但也有几百。陛下这样不怕有人笑话你吗？不一样，你和他们不同。
皇后娘娘，这都半年了，这半年来，陛下专宠陈淑妃，从未召见过我们。这也就罢了，昨日竟还冒着雨将她亲自背回了汉旦院。皇后娘娘，今日陛下还下旨，要为陈淑妃在宫外进行宫呢。她曾救过陛下性命，陛下对她特别一点儿，也没什么可说的。可是，陛下也曾为太子殿下的生母建了座道观，随他们去吧。苦吗？朕特意命他们开方子时配药苦些，是因为良药苦口吗？并不是。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就不会长记性。下回再病，朕又要受累喂你药。那还是臣妾自己来吧。朕堂堂一个天子，既然开始为了你，就要有始有终。来，慢点喝。陛下，你会一直对我这般好吗？自然会。哈哈，哎呀，看来帝君还真是个情种啊！你来，该不会是想让我……小仙觉得，小殿下已把帝君的一颗真心得到手了，接下来我们就让他开始伤心了。没有，他还没有真的喜欢上我。已经专宠数月了，小殿下还想要如何？不会吧？我才刚找到一点点在天宫对帝君的感觉，怎么就数月了呢？那这数月来，小殿下与帝君过得可还快活？帝君很宠我，一点都不像在九重天的样子。那就好。虽说是来报恩，可我在天上看着也很是为你开心呐。这么久了，你也算是如愿以偿了。好好走下去，按着帝君想要的方式，把这一生走完。我知道，我只是不忍心伤他。是。回去吧。我就算穷尽一生，也要杀尽你们一人一族！放开我！上仙，两军交战，死伤在所难免。况且我夫君已经被封印了，就请你不要再牵连其他人了。她不是那位异族的公主吗？她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位小哥，问你件事。方才那位姑娘可是在此处做工？哦，她是这个饭馆的老板，不会说话。
做饭倒是挺好吃的，就是啊，人是个哑巴。哑巴？啊，是啊，别看他长得好看，就是不会说话。怎么，你看上他了？在凡间找了这些时候，也没有任何司音的消息。或许跟着这个异族公主会找到什么线索。毕竟，是他哥哥说的曾经见过司音。只是，要怎么留在他身边呢？每次下山都能遇到良家妇女被恶霸调戏。只要是未出阁的，必定有路过的侠士拔刀相助。要是个出阁的呢，必有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丈夫拔刀一声吼。不管是侠士还是丈夫，必定穿着白衣。哼，还是小17的法子好使。只不过，姑娘，你不要走啊！姑娘，真是天助我也！想什么就来什么。哎，你看看你长得这么俊俏，不如跟我回去吧，在这个地方吃苦受累，爷看着心疼，心疼啊！你看什么看？我天天照顾你的生意，难道你真的不知道我的心吗？啊！再敢废话，我就一个妖法让你变成老母鸡！姑娘，走，跟爷回去。敢调戏民女，还不快滚！少侠饶命，少侠饶命，我走。怎么又来了个少侠？姑娘，受惊了。哎，我帮你收拾吧。虽然有点傻，倒是挺可爱的。姑姑，太子殿下说你即日就要动身去九重天了。对呀，去九重天。你说我这从小到大四海八荒都玩遍了，也没去过九重天。这次正好借着夜华的面子去看看，也算是因祸得福了。殿下早就在洞外等着姑姑了。我去就回，你看好狐狸洞啊。去就回，依殿下的性子啊，明古是怕姑姑这一去就乐不思蜀。忘了青丘还有个狐狸洞了，长本事了，敢调侃姑姑了？不敢。你现在去我屋里把我的折扇拿来吧，就是折颜昨天新送我的那把。我要带着这扇子上天上去沾沾他们的仙气儿。好。折颜上山说的不错，该了结的还需及时了结才是。只你一方认为结束了，并不算真的结束。你看来倒是很有经验啊。我在前面等你。
阿英，我以为你永远都不想见我了。身上的伤是没大碍了吧？劳烦义军挂心了。老身身子骨一向强健得很，这点小伤并不碍事。那就好。义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都怪我一念之差，铸成大错。如今你将这玉环拿去，置于墨渊上神口中，你就不用再用心头血了。多谢义军一番好意。只是如今师父的仙体已经不需要我用心头血来将养着了。这等宝物，义军还是拿回去好生供养着吧。阿英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义军现在一心将心思扑在老身身上，不过是因为义军觉得老身在被抛弃后，没找个好地方一头撞死，反而像现在这样活得好好的。一定让义军感觉老身从未将心放在义军身上，所以才这样一番纠缠吧。阿英，你以为我对你只有不甘心吗？你我二人像今日这样平和地说话，怕是今后不会再有，所以有些话还是今日说清楚吧。7万年前，我确实因为你而出尝情滋，因是初次，比不得那些花丛老手，态度自然冷淡被动了些，但对你的情谊却是满满当当的。你也是知道的，当时我们两族之间是有些嫌隙，以至于那个时候，我每天都在想着如何说服爹娘，让我能嫁给你。当时我想到一条好的理由，就喜滋滋地将它写在绢帛上，生怕自己忘了。现在想起来，还真是可笑。你呢？在我对你情意最浓之时，给了我当头一棒。你只知道我放手放得潇洒，却不知道这潇洒背后，我有多少辛酸苦楚。当年师父仙逝，我强撑着一颗卑微的心，到大紫明宫找你借玉魂。你永远都不会明白，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。也永远都不会明白，你让我有多失望。不是那样的，我当时并不知道你有重伤在身。你如果告诉我，你用心头血来保护墨渊的身体，我一定不会不给你。当时没有给你玉魂，是因为我知道你在保护墨渊。是，我嫉妒他。我嫉妒墨渊，可是阿英，我其实从未对你忘记。你能原谅我吗？义军，你今日说对我从未忘记，
只是因为义军你这个人，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己得不到或已失去的东西。一旦得到了，你便不会再珍惜。你这么说，只是为了想少些负担吗？其实你从来都没有爱过我，对不对？我和玄女一世，你放手放得如此潇洒，你早就对我厌恶之极了，对不对？可是人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你是我一生的挚爱，为什么你就不能原谅我呢？你当年做了那样的事，你还希望我跟玄女同室一夫吗？从大紫明宫走后，我确实怨你恨你。但当我在炎华洞失血过多，命悬一线之时，我发现脑中浮现的竟不是你的脸，我才知道，我这段情伤算是到头了，我终于能够解脱了。阿姨，别说了。离静，你确实是我白浅这14万年唯一倾心爱过的男子，只是沧海桑田，我们回不去了。是我明白的太迟，而你也终究不会在原地等我了。从今以后，我们便是路人了。告辞。明明是那么甜蜜的话，由你说出来，怎么就那么令人心伤呢？你看这天，怕是快要下雨了，快走吧。上神来找我家姑姑。他昨夜不是刚回来，这又跑到何处去了？去天宫了。太子殿下说，灵宝天尊的上清镜有望天泉，泡一泡有助姑姑养伤，就带着姑姑去九重天了。那真真呢？四叔去集市了，说要亲自挑选些食材，为上神你煮饭。他又不是凤九，煮的东西能吃吗？不过是折磨我罢了。对了，我这次来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前几日小五将墨渊带回来之后，是不是又将他安置在了炎华洞？对，墨渊上神还在炎华洞，不过倒不是姑姑安置的。姑姑回来的时候浑身是伤，昏迷不醒，是太子殿下亲自将墨渊上神给带回来的。趁真真还没有回来，不如带我去看看墨渊吧。好，上神请随我来。我一个人进去就可以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啊，暂且不要跟任何人透露我来看过墨渊。是，上神。
哲言，来，喝酒。这什么酒啊？肯定没我酿的好喝。看来你又花冤枉钱了。这已经是青丘最好的酒了，你就凑合着喝吧。唉，今日想凑合，恐怕也来不及凑合了。我得赶紧回十里桃林一趟。回桃林？你不是说要在狐狸洞多住几日的吗？我想到了一个法子，可以救这西海大皇子。不过我得赶紧回桃林翻翻医书。当真？那你快去快去。快去快回啊！果真如我所料，这昆仑虚本就是龙骨顶出的一座仙山，墨渊走后就荒废了。如今竟有隐隐龙气在山底涌动，这里果然有异常。哲言上神，你是昆仑虚座下二弟子。哦，我见过你，在司阴拜师的时候。没错，就在那时，我有幸见过上神。方才我为师傅的仙鹤时，听到他们齐齐鹤鸣，便知道一定是有贵客到，没想到竟然是上神。不知上神驾临昆仑虚所为何事？有什么我可以代劳之处？当初父神仙逝，我曾把神器伏羲琴永久封印在昆仑山下。一晃眼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忽然有些想念这个老伙伴，特来看看他。啊，我曾听师父提起过这把神器。上神，请。如今这昆仑虚就只剩你一个弟子了。这7万年来，我们师兄弟几人，有家室的要回去建功立业，没有的便要各处寻找17跟师傅的下落。前些日子，紫兰回来，礼拜打扫了一番，没想到竟被义军找来，说见过司音。紫兰大喜过望，说要去凡间寻找，便让我来照顾这些仙鹤了。哦，义军说见过司音吗？也不知是真是假，不过紫兰是坐不住了，下山去找了。就算是我们青丘的入口，至少也会有个迷谷坐镇。你这36天大罗天界的，连个看门的人都没有，也太不气派了。今日太上老君开坛讲道，估计他们都去赴法会了。原来是有法会啊！浅浅，听说你在凡间帮元真渡劫时，你常同元真论道，如今想必是道根深挚了。太上老君这数万年来，讲遍天上无敌手，在高处不胜寒这个境界，已经站得十分孤单。此番你上天，正好可以与他辩上一辩。好说，好说。听说你3万岁上开府建衙时，天君赐了洗蜈蚣的名字。不错。只是你这里如此昏暗，倒像那东海百日宴的水晶宫那般。因为你见不得强光。因为我。浅浅，
我带你进去。想不到来你这九重天，竟然要跳进来，不能走正门。若走正门，定会将大大小小一院子全惊动了，呼呼喝喝的甚讨人厌，哪有跳墙来的方便？是这么个道理。啊，对了，今天我们来得早，还没到那个嘉云小仙来送文书的时辰。你该不会是没有告诉他，不要将文书送到青丘，让他白跑一趟吧？你刚刚说的有道理，还好没从正门进来，惊动那些小仙，不然会很麻烦。话说回来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晚，积了多日的文书，你阅得怎么样了？总瞧着这太子比东华那等板正的神仙还要严肃沉稳，今日却能流露出这么一番少年人才有的神色来，着实不易。我有件事与你商量。浅浅忽然如此认真，不知是为何事？不是什么正经的事。我将在这九重天上休养2、3日。既然来的时候是悄悄来的，没有打出上神的名号，也不能让你大张旗鼓地为我辟出一处寝殿来，不如就在团子的庆云殿凑合2日罢了。你想住阿离的庆云殿？不方便吗？我早已为你辟出了一处寝殿。啊，对了，我师父的事，外人不会知晓的。你这院子里也有桃花，是蟠桃园搬过来的吗？这是300年前我种的，到了今年才开这第一束花。300年才开第一束，你也真是有耐心。一览芳华，真是个好名字，跟你这洗蜈蚣倒是很配。为何自从迈入这院子，就感觉不太对，不太舒服？上神，喝茶。娘娘，难道果然是你？奶奶等了你300年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太子殿下，这结魄灯果然是圣物，做的娘娘一丝都没差的。这位仙子，你应该是认错人了。老身是青丘的白浅，并不是你口中的娘娘。奶奶，这位是青丘的白浅上神，他会在院中暂住几日，便由你来服侍。起来吧。
上神待会儿会去灵宝天尊的天泉洗浴，你先去做好准备。是。你先去休息一下，我去把阿离抱过来。好。什么？白浅上神来了九重天？是啊，娘娘，刚才进了南天门，如今已经入了一览芳华了。你说什么？一览芳华？那个地方，君上不是从不让人靠近的吗？是啊，娘娘。奴婢也觉得很奇怪。按理说，这君上300年来一直都护着那个凡人住的地方，如今怎么突然就准许别的女人来住？心奴，我觉得这个白浅比我想象中的要难应对。娘娘为何这么说？君上为他屡屡打破禁忌，就像失了心魄一样。我之前还安慰自己，说没关系，起码君上心底最爱的是一个死人。可是现在，心奴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无论何时，你都会帮我赢回夜华的心，对不对？娘娘放心，奴婢一辈子都是娘娘的左右手，一定会帮娘娘。娘娘，你先不要怕，他才刚来9重天，还不熟悉这儿。毕竟我们已经住在天宫里几万年了。对，我不能慌。我是这西梧宫明媒正娶的侧妃，我不该慌。我该静观其变，再看看怎么击退他。你们太子殿下一直这么喜欢桃花吗？我家娘娘很喜欢桃花。她走后，太子殿下就栽了满院子桃树。你说的是阿离的娘亲？上神也听人说起过。我初次见到阿离的时候，他就已经告诉我了。我家娘娘她生下小殿下后就离开了。小殿下从小就是奴婢带大的。娘亲，你来啦！奶奶，你怎么了？没事，奴婢说话，请上神恕罪。如今团子的亲娘已香消玉损，再享不了灵儿绕膝之乐，却让我这个做后娘的白白捡了个便宜，必是看得这小仙娥心中不忍了。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小仙娥！娘亲抱抱。娘亲呢，身子不大好，让你夫君抱吧。阿离知道了，娘亲又有了小宝宝，对不对？书上就这么写的，说有一位夫人怀了小宝宝，他们一家人就都不许她再抱别人家的小孩来抱。她动了，对，胎气。你这个算苗高的小娃娃，怎么连胎气都知道啊？阿离，是谁给你看这书的？是程昱借给我的。又是程昱。这程昱真是个妙人。就算是上神有了身孕，小殿下，你脸红个什么劲儿啊？本天孙高兴了，娘亲有了小宝宝，本天孙就再不是天上最小的一个啦。
大婚后立刻生一个。这小宝宝如果由你来生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。既然阿离也来了，不如我们一起去上清境吧。走。参见太子殿下。夜华，若是用你正妃的名义来这泡，能有几个仙娥引路？10个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我的接品不升反降，这可不是笔好买卖。若是我们继任了天君天后，便有24个仙娥为你引路，再添上4个心灵手巧的，给你搓背。这听起来还不错。参见太子殿下。此处竟有酒喝。这些酒是国酒，如果阿离要喝，你可以喂他喝一点，但万不能让他喝多了。时令的蔬果们也都可以给他吃一点，但每样只能吃半个。你这既当爹又当娘的，真是不容易。这么多年，习惯了。你这幅扇子上面的桃花画得挺好，但缺了应景的诗词。不如你先泡着，我去给你提好词，你来书房找我。好。娘亲，父君怎么走了？不同我们一起泡吗？天将降大任于你父君，你父君去接大任了。为凡人时你就喜欢桃花，没想到身为上神的你，依旧不改喜好。芊芊，我自欺欺人也罢，你擅长掩饰也罢，虽然我和你之间的情分比你当年和墨渊浅了许多，但你是我夜华此生唯一爱过的女人。我愿等你，等你忘记墨渊，真心爱上我。姐姐找我，今日君上终于回了紫宸殿。你若不把握机会，就不能怪我不帮你了。姐姐的意思，妙清不大明白。这是一盅给君上的补汤。君上难得回一次洗梧宫，你心思要活络些，今夜多在案前侍奉。如若君上动怒，你不了解这个男人，他若真与你有了肌肤相亲，就一定会负责。还有，你不用怕他动怒。一来，你是阿离的救命恩人，他不会要你的性命；二来，你还有我会保住你。毕竟在洗梧宫，你只能依靠我，而我除了你，也没什么姐妹了。
谢谢姐姐。上神请用。刚刚是梅子酒，这杯呢？回上神，这是枇杷果酒。枇杷果，我在青丘的时候最喜欢同阿离吃枇杷了。是啊，我娘亲最爱喂阿离吃枇杷了。醉了，身上这么滚烫，看来不是装的，这也太不胜酒力了吧？小殿下头一回喝这么多酒，醉成这样，奴婢还是把他送去药王府看看吧。不必了，我喝酒也喝了10几万年了，也算半个行家。阿离刚才喝的这个酒啊，是鲜果发酵酿成的，喝再多也不会醉人的。可，奴婢还是怕会有什么闪失。他是男孩子，不必这么娇生惯养。你听我的，将他抱回去睡一会儿，过3个时辰，他指定就醒过来了。是。上神请用。这小婢女竟对救主如此忠心，她的救主已经走了有200、300年了吧？回上神，奴婢并不清楚洗无宫的事。太子宫中的事情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奴婢只听说当年洗无宫发生了桩事儿，当时的仙娥和侍卫们都被天君贬居下界仙山了。看来天君为了掩盖这件事，还真是想得十分周全，连仙娥都换了。难怪我在青丘只听说夜华极宠爱素锦，宫中再没有任何妃子，才理所当然地以为他唯一的儿子是素锦生的。老身此番初次来到天宫，并不熟悉这里的路，还请这位仙娥带路，去太子殿下的书房。上神请随奴婢来。君上，什么事？奴婢等君上很久，好不容易等到君上回来，不知君上能否听奴婢说几句话？当初妙清因为救了小天孙，因此侍奉了君上几日饮食起居。这算是妙清的福分了。可是妙清因此却要求君上，让奴婢来洗无宫做婢女，妄想能得到君上的垂青。这是妙清的错。妙清决定今日离开九重天，回到东海。今夜就将这一盅羹汤，当做妙清最后为君上做的了。不知君上能否把它喝下，算是了断君上与妙清的这一段缘分呢？本君与你并无缘分，但你与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我也算是主仆一场。这个汤，就算是了断吧。不必了。你是不是很想本君喝下去？这汤是妙清亲手做的，自然希望君上能够喝下去。这也是妙清的一番心意。君上为何？本君想先问你几个问题。
君上要问什么问题？前些日子，你回了趟东海。妙卿因为很想念兄长，所以回去探望。你可知道，你去探望兄长那日，东华帝君正在凡间渡劫。不知道。那日东华帝君在凡间被人推了下去，同时白浅上神也被人推了下去。他当时周身法力被本君所封，险些淹死。是吗？好险。是好险。你可知道白浅上神在这四海八荒是什么样的身份地位吗？青丘、天族都不会放过推他的那个人。苗青，你真不害怕你们东海你的兄长会因此获罪吗？你真不怕你会因为谋害上神被永坠畜生道吗？苗青一时糊涂，求君上恕罪。若不是你对阿离有救命之恩，你真以为你能活到今日吗？是苗青糊涂，求君上恕罪，君上恕罪啊！再来，你告诉我，这汤里面放的什么？这汤里是能让君上喝下之后与妙卿欢好。这么厉害，谁给你的？是奴婢从凡间买的。凡间？你真以为凡间这种药对本君管用吗？妙卿只是……君上，臣妾听宫娥们在议论，说君上在责罚妙卿妹妹，也不知妹妹究竟犯了什么错，但想必一定是并无恶心，可能是太过思慕君上所致。还望君上能看在妹妹曾救过阿离的事情上，饶过她这一次吧。此处竟无人守着吗？该不会当头鸿运又让我撞上别人闺阁斗趣吧？夜华虽冷漠沉稳些，到底血气方刚。这天上的一众仙娥又都生得不错，他夜里对着一案的枯燥公文，定然十分烦闷。晃一抬头，见着一位眉目似画的小仙娥在一旁红袖添香，自然是要云雨一番。我还是避一避吧。浅浅，你这一来一去的到底要做什么？那扇子我已经贴好词了，你进来拿吧。罢了，倒是要看看你能瞧上的仙娥是如何仙子。这是唱的哪一出啊？好美的一双眼，可惜这小仙娥虽生的也不错，却配不上这双眼。你这双眼睛，生的倒是不错。瑶青公主，本君这洗梧宫实在腾不出任何位置来容你了。明日一早，你便回东海。只要你不再做什么出格的事，本君对过去既往不咎，也算是还上阿离的救命恩情。
素锦，你倒是很重情义。如果你实在舍不得妙清公主，不如向天君请一道旨，请天君将你一同嫁去东海，你看如何？君上，是妙清一时迷了心窍，才会用下了秦瑶的羹汤来勾引君上。君上，不管你怎么罚我，我都不会反抗的。哪怕是每日领77、49道天雷劈石，妙清都不会怕。只求君上不要让妙清离开这洗梧宫。妙清这一生的夙愿，就是能留在君上身边，一辈子伺候君上啊！娘娘，娘娘，上回妙清认错了你，你帮了妙清一次，这一次，请您再帮帮妙清。娘娘。妙清公主既然跪了我，如若我跪回去，也是拉不下这个脸的，少不得要说两句。你说。其实这个事情，真的不是妙清公主一个人的错。你当初明明知道她对你有情，还要把她带到天上来。我知道，你是为了报阿离的恩，让她躲过她的婚事，等她想清楚了再回东海。但她不一定是这样想的，她一定觉得你对她也动了心。你既给了她这个念想，又扮作正人君子，迟迟不肯动手，少不得便要逼着她亲自动手喽。但是当初，他说进来洗梧宫当个婢女便心满意足。恋爱中女子说的话，你也信的？听老身一句话，还是尽快回东海吧。她是本君的妻，也是这洗梧宫唯一的娘娘。她既然如此说，妙清公主还是回东海吧。君上，君上。